派些人在城外布设巨马，挖些壕坑，拖缓蒙军进攻速度。剩下的人再分两波，一波去周边林中伐些大树，准备滚木；另一波去找些巨石作为雷石。杨师爷，怎么，可有难处？先不说这雷石滚木备好，起码得半个月。以现在的人力物力，能够在城外大举布设巨马都难，顶多挖些壕坑沟渠，已经是极限了呀。也是啊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那好，你们先去挖坑，剩下的我再想想。乌明义后方就是京师，天塌下来，我们也要守下去。是。幼娘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杨贤侄，马一成，可有新消息？事后报来了，这次袭城的是北莽军伯颜猛的部族和2个附属部族，大致3000人马左右，半余都是精骑。之前100余人已然对付吃力，这回来了3000人。杨贤侄，你们安排好以后，就先随我去义城署吧，那里有部下守卫，犬子和小女也在帮些杂物，还算安全。我们就留在这儿，为守城出一份力，哪儿也不去。哎，我们这些粗人是出力管用，才在这儿守土有责。你俩，一个读书人，一个小姑娘，沙场上凑数还嫌碍事儿呢。碍事儿又如何？砧板上的鱼都且扑腾2下，我有手有脚，总能干点什么。哎，韩幼娘虽不能识文断字，但也知道，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血战，多少城破，多少人家遭了屠杀，流离失所。也就是因为唐莽军一路与亲人失散，现在莽军又来，凭什么你们还让我躲？不想乌明义的大家再体会和我一样的痛楚了。原来他是因为我没带上他才生气的。幼娘说得对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不需要躲着，更不需要保护，哪怕玉石俱焚，我也要留在这里，不让莽军的刀子落在百姓身上。幼娘，这次我们一起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哼，这话好。从成祖迁都至此，戎狄蛮夷虽骚乱不断，却未曾有主张南逃者。不过别担心，瞧那儿，虽然被城墙挡住了，但山上可是烽火通明，传往京城的800里加急已经在路上了。哎，等等，马大人，我们从这儿看不见烽火台，那莽军的探子哪怕上山，是不是也看不清城内的情况？当然了，要不然修城墙干嘛？我有办法。杨贤侄，哥，你可知这事儿有多大风险？这是在拿整个乌明义做赌注啊！只要合理利用资源，如此奇招并非没有可能。时间紧张，指望黄县城允准。本以为要花费很多口舌才能获得王家人的帮助，可刚听说是为了抵抗莽军，两兄弟二话没说，便答应了下来。王大和王二动员了其他商人，很快就满足了我的要求。此时无功无伤，每个人都是乌明义的战士。
司其位，各司其职。哥，永军来了！快，郑成腾，快！爷，换梯子。是。爷，量火药桶。是。快！黄县长，先前江民报来敌人在伐木，原来不是为了生火造饭，而是在树林里造工程器械。他们还算好了城头弓箭的极限射程。这回是有备而来啊！那我们何尝不也是有备而迎之啊？火油，火把！杨师爷，守城之计是你设的，这古镇军心之言，当由你来说。啊！哥，我可能比大家多读几篇史书，但真的上战场。说实话，是头一回。我相信上苍家国这些话，大家听得不少了。但其实我知道，我们每个人今天站在这里，不过都是为了守护身后那些所爱之人。所以，我杨林想告诉大家，打赢这场仗是为了活下来。谁不让咱们好好活着，那咱们也不能让他好好活。等战事平息，咱们再阖家团圆，拿佳肴美酒。把好日子都补回来，击退莽军！莽军！先前探了，城外有陷阱没有？部下率人整日监看，但诸人并无在城外大设陷阱的举动。哼，不过是派了些壮丁，挖了些陷沟罢了。良意真奇，上！进攻！先登的上4个前程，城破之后3日不封刀。史书上说，北莽攻城，马军散作沙，步军合作石。原来意思是，马弓分散开来做掩护火力，步军集中举盾，轮换往前推进。速度也太快了，怪不得这一沙一石成了弹珠的梦魇。放箭！放箭呢！放箭！雕虫小技，不过如此。
真的能行吗？在古代战争，城门一破，基本就意味着攻城方胜利了。将领，听见！1、2，把烟点起来。1、2。听我号令，进城，杀人，抢钱！装神弄鬼，还给老子玩空城计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，带援军救场。我倒要看看几百号人能玩出什么花来！冲进门去，全城突厥！杨师爷，这可是我们乌明义好多商人拆了好多闲置的屋子才凑够的。若在城外大举修筑陷阱，不仅人力、物力、时间都不够，还会被敌人的探子探知。那么我想，何不如将城外的防备只作为祸敌之计，另一边则是在城门内修筑个简易的瓮城。这样不仅不会被莽军察觉，也能节省资源，是最有效的办法。都让你们跑了！倒火油，烧死他们！弓箭手，放箭！你死我亡，不可心软。杀！给我把他们都杀了！这是古代，别细想，别细想。按常理来说，冷兵器时代，伤亡率超过10%便足以导致作战体系崩溃。莽军冲在前面突击这批人，多半全是精锐。大人，撤！退了，大人！莽军他们退了！